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周间小确幸第2集，我是 Olivia。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我现在在录音的时间是6月12号星期六。这个礼拜指挥中心宣布3级警戒会一路延长到28号。那转眼间疫情爆发到现在也过了1个多月，你的生活有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哪些转变呢？对很多人来说，最有感觉的转变应该就是工作形态上的转变了。从之前要通勤到办公室上班，变成现在在家里办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要如何透过3个方法，自己在家也可以找到小确幸。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收听上个礼拜的节目。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其他转变。有一些小转变是可以让你从现在这些负面情绪啊，或是爆炸的资讯当中找到你的好心情。其中一项就是和家人啊、朋友的联系次数。我跟我的家人并没有住在一起，我现在住在台中，而我的家人他们住在桃园。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可能每个月会回去桃园1-2次，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了减少跨县市的移动，可能短期内也不会和家人那么频繁的见面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平常也没有很常透过电话来联系，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讲电话这件事，所以一直以来我跟我的家人啊、朋友啊都不太会通电话，有什么事情也都是透过讯息来联系。但是在疫情爆发之后，我有发现我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的次数好像变多了，会想要跟家人说说话，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又或者是会想要传讯息跟他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我最近开始做 podcast 了，或者是跟他们分享我最近在上的线上课程。我跟我的朋友也会约时间在线上一起聊聊天，或是一起玩游戏、一起追剧之类的。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其实比较少主动做这件事情，但现在我发现偶尔主动打给家人和朋友好像也蛮好的。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在讲电话的时候会有一个可以拿来讨论的话题啊，可以互相关心彼此最近还好吗？有没有因为疫情而造成生活上的不方便呢？然后也会一起小小抱怨一下工作，分享一下这个礼拜发生的事等等。感觉彼此的关系也有因为这样子而更紧密了一点。偶尔我在跟他们通完电话以后啊，我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有一种被人关心的感觉。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另外一种小确幸吧。那再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跟自己相处的时间也变更多了。其实我一直以来因为远距办公的关系，就蛮常和自己相处的，也常常会一个人去不同的城市旅行，自己去看电影，又或者自己去做健康检查之类的。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会有更多那种和自己一起待在家里的时间。关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什么事情是我在家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做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想把时间都花在追剧上面嘛，感觉应该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是我可以做的。我想要趁下班或是放假的时候来培养一些新的兴趣，或是做一些我可能也会喜欢做的事。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突然想要找事情做却不知道要做什么的状况。我一开始就是那样，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我后来就拿了一张纸，把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有可能会想做的事，全部都写下来。我很喜欢弹吉他，所以我就把我好久没弹的吉他拿出来重新调音啊，然后开始听一些新的歌，再试着弹弹看，唱唱看。
那我也很喜欢绿色的植物，但其实我之前比较少自己去养，所以这次就趁机上网买了几盆多肉植物来养养看。我也想增进一下我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也去上了一些线上的课程，考了一张工作上可能会用到的证照。那再来就是因为都在家办公嘛，我觉得让工作环境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还蛮重要的，所以最近我在下班的时候都会研究一些芳疗啊、调香等等的，然后开始做自己的香氛蜡烛。也因为都待在家里，我也会更注重家里的一些小细节，开始会去刷个浴室啊，然后整理冰箱，丢掉一些早就过期的东西。整理房间的次数好像也比之前还频繁，尝试一些新的事，培养新的兴趣，或是上一些线上课程，这些事情呢会带给我一种成就感。那这样子的成就感变成我生活中的另外一种小确幸，会让我觉得，因为疫情待在家，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嘛。最后就是久久出门一次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会注意到一些以前不会多看一眼的小细节，比如说今天的天空很蓝啊，风吹得我很舒服，夕阳很美，云的形状也很可爱。出门的时候有发现邻居家的花开得蛮漂亮的，或是刚好有遇到别人出来遛狗，这些事情都会让我很开心。防疫期间，我每个礼拜也都还是会去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店家外带，支持一下他们。那每次去的时候，也会跟他们小聊一下，也有可能是真的太少跟真人面对面互动，所以每次跟他们聊完天，回家的路上啊，我都会觉得心情好像特别好。那我也很喜欢一家咖啡厅叫拿翘咖啡，上次去的时候，老板还多给我一片小蛋糕请我吃，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就让我那天想起这件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幸福。那人家常说物以稀为贵嘛，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偶尔可以出个门就是一种小确幸了。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觉得生活中这些零碎的小确幸好像都更值得珍惜，更会让人觉得幸福了。最近不管透过社群媒体或是新闻报道，你可能会一直频繁接收到比较多负面的情绪，或是过多爆炸的资讯。那这些情绪其实跟病毒有一点像，都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入侵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舒服的。生活中的这些小确幸虽然只是非常微小的存在，但希望这样的小确幸可以让你在被负面情绪环绕时，也能找到一点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周间小确幸希望能够帮大家存下这些零碎的片段，在你需要一点点正能量的时候，有一个灵感银行可以让你提领出让你微笑的 idea。 你这礼拜有发生什么虽然很小很小，但却可以让你整天都很开心的事吗？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分享，或是到 IG 搜寻周间小确幸私讯我们哦。那最后，如果这些小确幸有让你会心一笑，或是你喜欢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欢迎你订阅这个节目，并到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的好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喽，拜拜。